今天我们要聊一个被很多人忽视的小细节，指甲上的竖纹。有人说，当指甲出现一道道细细的竖纹时，其实是你的肝脏在向你呼救，因为肝脏里的毒素已经严重超标，快撑不住了。更耸动的是，民间还流传一个秘方，只要用一样东西煮水喝，连续喝3天就能排清全部肝毒，让你终身远离肝癌。这听起来究竟是天方夜谭，还是确有其事呢？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，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带你揭开指甲竖纹背后的秘密，以及这碗传说中的排肝毒神奇汤到底有什么来头。你最近剪指甲时，有没有仔细看过自己指甲的表面？健康的指甲应该光滑有光泽，呈现淡淡的粉红或桃红色，没有明显的纹路。然而，许多人特别是年纪稍长后，会发现指甲表面出现了纵向的细纹，用手触摸会有一条条凹凸的手感。这些竖纹到底是怎么产生的？它们是在向我们传递什么讯息吗？一般西医观点认为，指甲出现竖纹相当常见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新陈代谢变慢，指甲生长速度减缓，指甲表面的角质层可能变薄不均匀，就容易形成竖纹。所以，中老年人的指甲有点竖纹，其实多半是正常老化现象。换句话说，这有点像皮肤出现细纹，是岁月留下的痕迹，未必代表严重疾病。但是，如果年纪不大却出现明显竖纹，或者竖纹突然变多变深，甚至伴随指甲颜色改变、脆弱易断等问题，那就不能掉以轻心了。在传统中医看来，指甲是人体健康的晴雨表之一。《黄帝内经》有云：肝主筋，其华在爪。意思是肝脏主宰我们全身经脉的滋养，其精华体现在指甲上。指甲其实就是筋的一部分延伸，因此肝的健康与指甲状态息息相关。从中医角度解读，指甲表面出现许多竖纹，往往暗示肝脏机能出了状况。常见的原因包括过度疲劳导致肝血不足，长期熬夜损伤肝阴，情绪压抑引起肝气郁结，甚至免疫力低下或慢性疾病在影响肝脏。简单说，当肝脏无法充分滋养经脉时，指甲得不到足够的血液滋润，就会失去往日的光滑和光泽，变得干燥粗糙，竖纹丛生。这就像肝脏在透过指甲向外发送求救信号，我累了，我虚了，需要休息和调养。不仅中医这么看，一些保健专家也指出，身体过度劳累时，指甲可能暂时出现竖纹，等休息调养一阵子，竖纹就会淡化消失。反之，如果竖纹长期存在，甚至越来越明显，那你的身体状态可能一直没有改善，特别是肝脏功能可能在走下坡路。所以，指甲竖纹可以说是肝脏透出的一缕警示灯。当这盏警示灯亮起，我们最好停下脚步检视一下，最近是不是太累啦？情绪压力太大，生活作息很乱，或者饮食太油太刺激，这些都可能在无形中伤害了肝脏。很多人疑惑，肝毒是什么东西？为什么肝脏会有毒素？其实，肝毒并非指肝脏自己产生了毒，而是指肝脏中累积的有害物质，以及肝脏受到的有害刺激。我们的肝脏被称为人体的化工厂或解毒中心，每天都在辛勤地处理着从食物、饮料、药物，甚至空气中进入体内的各种化学物质。肝细胞就像一群默默奉献的员工，负责分解酒精、代谢药物、解毒农药添加剂，将各种毒素变成无害或可排出的形式。正常情况下，肝脏是很能干的，我们吃点垃圾食物，偶尔熬夜喝酒，肝脏都能咬牙顶住，帮我们善后。所以它有沉默的器官之称，因为就算被我们虐待，它也很少马上抗议。我们可能感觉不到肝脏的痛苦，然而沉默不代表无视。如果长期过量摄入各种毒物，肝脏的解毒酶系统也会不堪重负。超载的结果就是毒素开始在肝脏内堆积，对肝细胞造成损伤。比方说，我们都知道酗酒伤肝，酒精进入体内主要靠肝脏分解，少量饮酒肝脏可以处理掉。但如果长期大量喝酒精，这种毒来不及完全解掉，它的中间代谢产物乙全具有强烈毒性，就会在肝内累积，导致酒精性脂肪肝、肝细胞发炎坏死、
久而久之变成肝硬化，甚至肝癌。又比如有些人乱吃药、滥用药，许多药物成分都要肝脏代谢，结果也可能造成药物性肝损伤，等发现时肝功能已经严重受损。再来就是环境和食物中的毒素，像黄曲霉毒素这种强致癌物，常见于发霉的花生、玉米等，长期吃下肚会大大增加肝癌风险。除了现代医学讲的化学毒素，中医还强调一些情志内伤和内生之毒，例如怒伤肝。一个人长期处在愤怒、郁闷的情绪中，肝气郁结，火气旺盛，也被视为一种对肝的毒害。再有熬夜伤肝，夜晚11点到凌晨3点是肝胆经当令，正常人此时熟睡，肝脏得以养血自我修复。如果夜夜熬夜，肝得不到休养，日积月累，也像中毒了一样疲惫不堪。所以肝毒其实涵盖了各种让肝脏受损的因素，不光是化学毒，还包括过劳、压力、负面情绪等等。肝脏被连续伤害时，一开始可能并没有明显症状，顶多容易感觉累、没精神，早上起来嘴巴发苦，脸色蜡黄暗淡，或者消化不良、食欲变差，这些往往被忽视，以为只是工作忙累的。可是当这种伤害长时间累积，肝细胞不断死亡，纤维组织增生，肝脏会逐渐硬化，终于有一天，问题严重到无法弥补，就可能出现肝区隐痛、极度乏力、皮肤眼白发黄、黄疸等明确信号。此时再去体检，可能已是肝炎、肝硬化，甚至走上肝癌的道路。我们身边其实不乏这样的真实案例，一些人平时不怎么喝酒，甚至从不碰酒，但却确诊肝癌，让人难以置信。医生调查后发现，有的是感染了肝炎病毒，却不自知，病毒长期潜伏伤肝；有的则是饮食中常接触霉变食物、加工食品中的化学添加，让肝脏常年受毒害。一位50多岁的先生，就是平时爱吃宵夜，偏嗜油炸含腌制食物，又经常熬夜工作，结果体检时发现肝里长了肿瘤。他之前也注意到指甲上有很多竖纹，脸色暗沉，常常口干口苦，却没当回事。等到腹部隐隐作痛，检查已经是肝癌晚期，让人唏嘘。由此可见，肝脏的求救信号绝对不能无视。指甲竖纹、脸部色斑、莫名乏力、睡眠变差、口干口臭、蜘蛛痣、皮肤血丝等等，这些看似小毛病，可能都是肝毒累积的早期迹象。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些苗头阶段就警觉，主动帮肝脏减负排毒，就有机会将危机扼杀在萌芽中。反之，一旦拖到肝脏不沉默了，开始剧烈抗议，那往往已经病入膏肓，治疗起来非常困难。总而言之，肝毒重不重，身体其实早有暗示，而指甲竖纹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线索。在了解了肝毒从何而来，对健康多么大的威胁后，相信你会更重视自己指甲上那几条细纹。不过惊慌之余，更要冷静思考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才能拯救我们疲惫中毒的肝脏呢？古人云，上医医未病，聪明的人会在疾病尚未发生前就开始调养预防。现在我们已经侦测到了肝脏的不满与求救，是时候祭出对策了。许多人一听到排肝毒，可能想到要吃什么保肝药、打点滴排毒，或者上医院做肝脏排毒疗程。其实大可不必这么麻烦，老祖宗早就给我们准备好了简单有效的食疗妙方，利用大自然的馈赠来养肝护肝、清毒解毒。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碗汤，可以说是肝脏清道夫，所用的材料全都是随手可得的平民食材，但搭配起来威力不凡，被称为天然护肝汤。许多中医师和养生达人都极力推荐，说只要连续喝上3天，就能把肝脏里积累多年的毒素垃圾统统扫地出门，让你的肝恢复青春，焕然一新。这听起来像神话，不过其中蕴含的原理我们细细道来，你就会明白为何它有如此神奇的功效。首先我们来备齐材料，需要准备的有薏仁、薏米约20克，绿豆20克，莲子20克，干山楂3克左右，大约几片干山楂片即可，红枣3到5颗，就是这5样东西，没有什么稀奇古怪的药。
都是超市、药材行常见的食材。也许你会疑惑，这看起来像是在煮甜汤。没错，这个方子本质上算是一道养生甜汤或茶饮，味道也很好哦。每样食材都有它独特的用意，咱们逐一拆解。薏仁，俗话说薏仁淡胜利水，健脾渗湿。很多人熟悉薏仁是用来美白消水肿，其实薏仁对肝脏也有帮助。中医讲肝经湿热会让人倦怠、筋骨酸痛、指甲不容。薏仁性味甘但微寒，善于利湿清热，专门清除肝经里的湿热之邪。当肝经湿热被清理掉，肝脏环境就清爽了。薏仁还有个妙用，古人治疗风湿痹痛时常用薏仁来祛湿，因为湿气去掉，筋骨才能舒展。对应到我们的主题，薏仁助肝排湿热，相当于给肝脏做大扫除，也让经脉得以放松，间接改善因肝虚湿困引起的疲劳和指甲竖纹。绿豆，夏天大家都爱喝绿豆汤解暑，因为绿豆能清热解毒。在中医理论里，青色入肝，青绿色的食物对肝脏格外有益，被视为天然的排毒食材。绿豆又名青小豆，富含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，丰富的维生素 B 群、蛋白质和矿物质。古代药书《开宝本草》记载，绿豆甘寒无毒，入心胃经，主单独烦热、风疹、压热解毒。可见绿豆的解毒功力，古人早有定论。现代营养学也发现，绿豆的抗氧化物质能清除体内自由基，减轻肝脏负担，保护肝细胞。因此在这碗汤里，绿豆担任肝脏解毒剂的角色，帮助化解肝脏中积存的毒素，改善肝功能。同时绿豆清热，还能退肝火、降肝炎燥热的症状。莲子的滋补作用非常出名。莲子性平味甘涩，入心脾肾经，常被用来养心安神、健脾补虚。但很多人不知道莲子对肝也有好处。莲子有清心火、降肝火的作用，能够去内热，去除脸上斑点。同时它补脾胃、养气安神，对因肝火旺、肝阴虚而睡眠不好、易怒烦躁的人特别有帮助。从养肝角度来看，莲子有助于降低肝火，预防黄疸，还能促进肝细胞的修复再生。简单来说，莲子在我们这道汤里扮演滋养调和的角色，一方面滋补身体，提高免疫，让肝脏有充足的能量自我修复；另一方面泄去多余火气，避免肝火烧灼肝脏。干山楂，山楂是开胃助消化的好东西，也是一味药食两用的中草药。山楂酸酸甜甜，其实入肝经。有研究发现，山楂含有山楂酸、黄酮类等成分，能降低血脂，帮助分解脂肪。对于脂肪肝或体型肥胖的人，经常吃点山楂有消食去脂的作用，所以是很好的保肝食材。山楂还能活血化瘀，中医说它化血中之瘀滞，肝脏如果有慢性发炎瘀阻也有帮助。另外，山楂富含抗氧化物质，有助减轻肝细胞氧化损伤。放一点干山楂进汤里，能够辅助清除肝毒，并预防脂肪堆积，还增加汤的酸甜风味，让你更易入口。红枣，一句话总结，红枣作用就是补气养血、健脾安神。大枣甘温，最滋补中焦脾胃，脾胃强健了才能生化气血，而气血充足是养肝的基础。红枣有天然维生素丸之称，富含维生素 C、铁、各种氨基酸。有研究指出，每日给肝功能差的人喝红枣水，1周后肝功能指标有所改善。红枣还能疏肝解郁，缓解紧张情绪。重点是前面几位绿豆、薏仁偏寒性，红枣温补，可以中和寒凉，避免伤胃。把红枣掰开泡水释放营养，再与其他食材同煮，不仅提升整碗汤的补益效果，也令味道更加甘甜可口。所有材料备好后，做法其实非常简单，将薏仁、绿豆、莲子稍稍用清水冲洗干净。薏仁和莲子可提前泡水半小时，以缩短烹煮时间，和干山楂片、红枣一起倒入锅中，加入适量清水，大火煮沸，水滚后转小火，继续熬煮约20分钟，直到绿豆莲子酥烂，汤色变得淡绿泛黄。熄火前可以依个人口味加入少许冰糖调味，搅拌融化。
这样一锅薏仁绿豆山楂汤就煮好了。煮好的汤不必把料渣滤掉，直接舀出来，连汤带料一起喝下吃下，营养全都摄取。这分量大约够2到3碗的量，可以分享家人一起喝。如果是一人饮用，可以减半食材分量，喝法也很讲究，不用把它当药硬灌，反而要像喝下午茶一样轻松享用。每天1碗，连续喝3天，最好是趁温热时慢慢喝完，不要放凉了再喝。一来影响效果，二来对脾胃不好。有人可能问，什么时间喝最养肝呢？建议在白天喝这碗汤，尤其下午肝经当令时喝，效果更佳。晚上临睡前就别喝太多水，以免夜间频繁跑厕所影响睡眠。还有，喝这几天期间，尽量清淡饮食，不要喝酒抽烟，也先暂停进食辛辣油腻，给肝一个彻底休息的窗口期。这3天，你的肝脏就像进入深度清洁模式，一边有这碗汤提供养分，清热解毒，一边减少新的负担，进入肝就能专心把陈年垃圾处理掉。也许你会怀疑，真的有这么厉害吗？3天能有啥差别？别小看这3天的调理，许多人亲身尝试后都给出了惊喜的反馈。首先，精神状态往往在短短几天内明显提升。由于肝脏负担减轻，新陈代谢顺畅，不少人反映早上起来不再昏沉，白天精力更充沛。原本总觉得累、提不起劲的人，喝完几天汤后，感觉活力回来了，整个人变得清爽轻盈。这就印证了那句话，肝好，一切都好。肝的解毒功能恢复，体内环境变干净，人就有元气。第二个明显变化是口气和食欲。肝火旺，肝有毒的人常常口干口苦，口气重，甚至早上起来舌头厚厚一层黄苔。调理3天后，很多人会发现早上起床口中不再又苦又臭，反而有种清新的感觉了。这代表体内积热在减退，消化负担减轻。由于汤里的山楂、莲子也促进脾胃功能，不少人感觉胃口变好了，吃东西香甜可口，不再恶心反胃。这种良性循环使营养吸收更好，更进一步滋养了肝脏。再来，疼痛不适的缓解。有肝毒的人可能出现肩颈僵硬、腰背酸痛、睡眠不实等问题。中医讲肝主筋，又主疏泄，全身经络通畅与否和肝有关。3天调理后，随着肝气顺、经络畅，很多人感到腰不酸了，肩颈也松了，甚至久违的一夜好眠。特别是那种因肝火旺盛导致的偏头痛、失眠烦躁，可能会明显减轻。有人惊喜地表示，这几天眼睛也较清澈了，不像以前老是红红干干的。肝开窍于目，肝阴充足，眼睛自然滋润。最令人期待的当然是指甲的变化。指甲的生长比较慢，3天内不至于长出新指甲来，但有些细心的人发现，原本暗淡无光的指甲颜色变得红润一点，之前很多明显的竖纹也不再继续加深了。有些人喝上10来天后，指甲新长出部分，比旧的光滑了，摸起来没那么多粗糙纹路，这正是肝血充盈的好兆头。当然，每个人体质不同，效果因人而异，但只要方法对路，大多能感觉到身体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更长远的看，如果你养成定期给肝脏做清洁的习惯，例如每个月连续3天喝这款汤作为保养，加上平日良好的生活习惯，你的肝脏将会一直保持年轻活力。不仅指甲竖纹可能慢慢淡去消失，皮肤气色也会越来越好，人看起来神采焕发。最重要的是，远离肝炎、肝癌等重大疾病的风险将大大降低。现代医学也承认，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饮食可以预防相当比例的肝癌发生。毕竟肝癌多半由肝炎、肝硬化发展而来，而这些又常常源于不良习惯。把肝养护好，相当于绕过了通往肝病的不归路。当然，光靠3天喝这碗汤，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。我们还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处处爱肝护肝，才能真正一辈子远离肝癌。以下几点建议，配合我们的肝脏排毒汤一起实践，让效果加成。规律作息，充足睡眠，每天11点前上床睡觉，因为肝脏的黄金修复时间是夜里11点到凌晨3点，你给它睡眠，它才能认真干活，清理毒素，修补细胞。熬夜的人
等于掠夺肝脏的自我疗愈时间，千万戒掉这坏习惯，戒酒限药，减少负荷。酒精是肝脏头号敌人，能不喝就不喝，至少也要严格节制。平时不乱吃止痛药、保健品等，任何进肝代谢的东西都要谨慎。有慢性病定期服药的朋友，要定期监测肝功能，在医生指导下保肝护肝，均衡饮食，多蔬果纤维，远离发霉的食物，预防黄曲霉毒加工的腌制熏制食品，少吃腊肉香肠、油炸零食，多吃新鲜的绿色蔬菜和富含维生素的水果，例如深绿色叶菜富含叶绿素，可以帮助肝脏酵素排毒。十字花科蔬菜如西兰花、花椰菜含硫化物，能增强肝解毒酶活性。水果中的柑橘类、莓果类富含抗氧化剂，可以保护肝细胞免受自由基伤害。饮食清淡适量，不暴饮暴食，肝脏就不会被撑坏。适度运动，舒缓压力，每天保持适度运动，如快走、瑜伽、太极等，有助促进血液循环，加强肝脏的新陈代谢。同时，运动能疏解压力，改善情绪。因为正如前面说的，压力、郁闷对肝就是毒。你也可以练习一些简单的养肝功法，比如拍打肝经、八段锦、养肝操等，透过经络按摩调理肝胆功能。重点是找到让自己放松的方法，保持心情愉快开朗，笑口常开，肝气就开，不容易郁结成毒。定期检查，早发现早治疗，尤其是有肝炎病史、家族肝病史的人，每年应该做肝脏超声和肝功能、甲胎蛋白等检查。早期的肝硬化、肝肿瘤常常没有症状，但可以靠体检发现端倪。一旦发现问题，就能及时干预治疗，把风险扼杀在前期，不让小毒变大毒，小病变重病。综上所述，我们要打造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养肝计划。先用3天的肝脏排毒汤来个快速大扫除，把肝里的垃圾清一清，让你立即感受到轻松的变化。接着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持之以恒的维持好习惯，别再让大量新的毒素进来，那么肝脏就能长期处于良好状态，指甲上的竖纹也好，脸上的气色也好，都会渐渐改善，从内到外焕然一新。回到开头的问题，指甲出现竖纹是肝毒严重超标了吗？用它煮水喝3天，真的能排清肝毒，一辈子远离肝癌吗？经过今天的深入探讨，我想答案已经相当明朗。指甲竖纹就像肝脏发出的摩斯密码，提醒我们注意肝的健康。也许1-2条竖纹不一定代表肝有大毛病，但它绝对是一个提示我们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。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该休息了，该解压，该清清肝里的垃圾了。至于那碗煮水神方，并不是什么仙丹妙药，而是利用食疗智慧，帮助我们的肝脏排毒修复。3天的调理可能不能100%扫清你肝脏的所有毒素，毕竟毒素累积了几十年，不可能几天就完全代谢掉。但这3天绝对是个良好的开端，能显著改善肝的内环境，启动肝脏自我修复的开关。就好比给肝脏来了一次 VIP 级的大扫除，把陈年废物清出去，接着再保持干净整洁的环境，肝脏就不会再积毒。只要你坚持我们建议的养肝之道，远离肝癌并非遥不可及的梦想。现代医学研究表明，很多癌症的发生都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。肝癌尤甚，戒除伤肝的习惯，养成护肝的习惯，等于从源头上斩断了肝癌的祸根。当然，如果你有慢性肝炎或者肝功能已经异常，务必要在医生指导下治疗调养。我们介绍的食疗汤方可以作为辅助手段，但不能取代正规医疗。最后请记住，我们只有一个肝脏，它为我们默默付出，不求回报。我们更应该及时回响它的呼救信号，在问题还小的时候就加以解决，别等到肝脏千疮百孔，再后悔没有早点行动。从今天开始，好好照顾你的肝吧，给自己煮一碗清甜的薏仁绿豆汤，送一份解毒的大礼给辛劳的肝脏，同时调整作息与心态，把那些让肝中毒的坏习惯通通丢掉，让我们聆听身体的微语，善待自己的肝。如此一来，你的指甲会重新变得光滑红润，你的脸色会透出健康光泽，
你的人也会神采奕奕，充满能量。最重要的是，肝脏强健了，肝癌就会远远的避开你。与其说这是一劳永逸的奇迹，不如说是你用智慧和行动为自己的健康买下的保险。现在就从低头检视一下自己的指甲开始吧。若隐若现的竖纹在对你说什么？听懂了它的语言，你就掌握了掌控健康的先机。愿我们都没有白白长出那几道竖纹，愿我们都能因此觉醒，开启养肝护肝的新生活，让未来的日子远离肝病，拥抱长久的健康。祝大家肝好，人生就好，活力满满每一天。